鸡胗听起来很普通的食材，但是想一想，您是否真的会烹饪它呢？如何将鸡胗处理得干净，而且烹制的口感软嫩不老，这就需要一定的技巧了。在本期的健康新时代中，叶大厨就教您处理鸡胗以及烹饪的方法，带来2道精美的鸡胗菜品：卤水鸡胗炒茭白以及野山椒爆鸡胗，让您在学会美食烹制的同时，也学会更多的烹饪小窍门。我们腌制会去除一些这个烧腥味儿，再个就是炒的时候，我们的辣味也会避除它一些烧腥味儿。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说起鸡胗，我相信第二天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它厚实，而且咬在嘴中非常的脆嫩。关键是如果说来点小辣椒跟它一炒，又香又辣，吃在嘴中那个感觉就是一个爽字。那说到这个鸡胗，咱们在家里呢做的也比较简单。今天健康新时代教你2种比较创意的做鸡胗的好方式。那今天给您带来丰富的鸡胗菜品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叶大厨，欢迎叶厨。大家好。那么关于鸡胗有什么样的营养，鸡胗该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的将全部的营养摄取到呢？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的，我们给您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静老师，欢迎。大家好。鸡胗呢，一般我在家里喜欢和辣椒一起来炒我觉得好吃。是。咱今天第一道菜是什么名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2道菜。那么第一道菜我们做的是一道创新菜，卤水鸡胗炒茭白。制作卤水鸡胗炒茭白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胗、茭白、胡萝卜。我在发现这个茭白最近几年很流行了。对，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食材这么处理，这么去做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鸡胗大家都知道，鸡胗它是这个动物内脏，对，动物内脏它自然就有这个腥臊味儿，对，有一定的腥臊味儿。所以说我们在处理上，我们今天要把它先卤一下。好，但大厨，我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你今天这个搭配呢，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鸡胗呢，它属于是那种很有咬劲儿的那种，而茭白吃在嘴中的时候是有点暄软的那种蔬菜，这2种搭起来，咱们为了强调什么样的味道呢？主要是一个食材口感，还有一个新搭的，新的创新搭配。对，新的一个创新搭配。你是不是也想用这个茭白它本身那种很软暄的口感，衬托鸡胗那种咬劲儿，对，衬托鸡胗那种弹性，衬托它那种脆感。对，茭白和这个纯菜还有鲈鱼并称为这个江南3大名菜。对。那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茭白一般我们吃它的时候对身体什么好处？那首先茭白有利尿消肿，还有一个解酒除烦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对那种水肿小便不利的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再就是那种醉酒的或者是预防醉酒的，也可以多吃点茭白。而且茭白闻起来的时候，这个味道特别的清香，尤其是在根部的这个。对，因为它是一种水生植物，所以说它有那种清香的味道在。而且呢，这个茭白它有补虚健体的一个功效，它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这个强健我们的身体、增强我们人体抵抗力很好的一种选择。没错，我是一个北方人以前的时候呢没吃过茭白，不过最近几年呢开始全国都掀起一股茭白热，我也是赶热斗一样吃了几次，感觉这个味道还是挺特别的。对，它的味道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笋的清香味，对，但是跟笋的质地还不一样，对，是不是？笋是脆脆的，但是这个茭白经过经过加工以后是那种暄软的那种。暄软的。说到这个鸡胗呢，它属于是鸡的消化道的一部分。对，一般好像是鸡之所以也没有牙齿，但是能够消化食物，就是因为它。对，因为我这个不专业，我也只是就是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就是说这个它会把吃进去的一些小石子，因为咱经常看到那个鸡会啄食地上的一些东西，那小石子储存在这个当中，然后呢用这些小石子来磨碎吃进去的食物。但是你看它如果是外壁很薄的话，小石子在里面磨食物的时候呢，可能小石子也会把这个鸡胗给磨碎。对，所以说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它本来很厚，所以说吃在嘴巴里面咬起来也很过瘾。对，它有一层肌肉层，而且这里边有一层内膜。我们在那个加工的时候，一般的是把这层要把那个内膜去掉的。对，大厨。对。但大厨，你看，我们买回来一个鸡胗，我想问一下你，我们在菜市场中挑选，怎么才能辨别出来是好鸡胗呢？当然是市场现在基本上都是冻的，冻的，速冻的。然后我们基本上挑个大一点的，
个头大的好。对，鲜红的，鲜红的。那这些都算好的，对它是鲜红的，就是对新鲜的。鲜红的啊，对，说明它就新鲜。哎，很棒。然后之后我们挑个儿大的，对，摸起来要厚的，是不是会对，更好？要厚一点。这个是已经把那层内膜给去掉了。对实际上对那层内膜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一层那个白的膜吗？那个黄色的黄色的，我们叫鸡内金嘛。哦是黄的。对对，中药上叫鸡内金，我们就是把它焙干了入药，有很好的这种消食健脾胃的作用。你像消化不良引起来的呕吐啊、泻痢啊，或者是还有这种口舌生疮，鸡内金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材。那你看这个就算是以形补形了。对，也算是这样。你像尤其是这种鸡内金呢，是善于消肉食之积。如果小孩子就是吃肉食一次吃的过多，消化不良了，有很多老人都知道这个小偏方，就是把这个鸡的这层这个鸡胗上对那个黄的膜揪下来以后呢，把它用瓦片焙干了，然后呢磨成粉子，用水冲着喝，对治疗这种吃肉啊或者是消化不良效果非常的好。央食啊之类的。对对对，食积。其实你看啊，说到这个鸡内金，你看我们一般呢，为了好防止我们这个鸡内金影响我们整体鸡胗的口感，所以说把它去除。那如果说在医学中它还会留下来。对对，有时候我们如果家里是自己杀鸡的话，这个鸡内金应该是把它留下来的。为了便于储存，你可以把它焙干了，就是用瓦片，找一片瓦片，用小火把它焙干了以后保存就好保存了就可以了，是吧？这边我们在锅中给我们的鸡胗，还有就是鸡胗，然后来一点葱，还有葱、花椒之类。对，然后香料，我们把它白卤。这是白卤。对。白卤的过程就是说让它呢能够渗透一点这个花椒的一些味道，然后去它本身那种腥气。对，我们加香料，来卤一下，去除它一下腥味儿，增加香味儿，这样。好，这边这时候我们再来处理我们的茭白。茭白我们给它切段。茭白这种植物哈，你看它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都是给它滚刀块，咱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刀法？今天我们把它切片。切片。好，这道菜是一道快炒菜吗？对，是要把我们这个鸡胗卤完之后，把茭白呢切成小片，然后一起来炒就可以了。对，好，相对来讲还是很简单的，而且呢也是很家常的一道菜。好，斜着切。我们把它改菱形片。哎，一大块一大块的。那今天呢，我们的鸡胗好是主角。说到这个鸡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王老师，你看这个鸡胗我们都常吃，而且呢，这个鸡胗口感好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很神奇的营养功效？对，那从营养角度讲呢，鸡胗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类，还有各种的矿物质。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鸡胗当中呢，它的一些蛋白素呢，它有这种愈合伤口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有那种胃溃疡啊，或者是有肠道溃疡的人呢，吃点鸡胗有一个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有肠道溃疡还能起到这个作用。对，而且这个鸡胗呢，中医上认为它有补中益气的一个效果。那像那种行走过久或者是体力劳作之后出现气短啊、出现乏力的人呢，也可以多吃点这种鸡胗，补中益气。那其实你看哈，这个东西呢，怎么听起来都是以形补形的一个过程。鸡胗是帮鸡消化食物的，如果我们的消化一些功能出现一些障碍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鸡胗来补。对，鸡胗的钙磷铁含量很丰富，它可以促进人体这种胃肠道的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然后来增强我们的消化功能，预防这种消化不良或者是治疗消化不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对，这边我们把这个茭白切成这个菱形的片，一片一片的。好，一会儿呢，我们要把这个茭白也烫一下吗？还是说一会儿炒的时候直接来炒呢？直接炒。直接炒。对，茭白不需要再烫了。不需要烫。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我会想把它烫一下，因为我觉得烫一下之后呢，它能够把本身那个清香味提得更大一度。我们这样直接爆炒。爆炒就可以。对，直接爆炒，因为它这个因为茭白生长在水中嘛。水中。对，口感啊、清香味儿都比较好，没有什么过多的异味，没杂味。对。好，在锅中我们这个鸡胗，我在想，这么一直煮着它不会老吗？因为如果煮太久会不会变硬？因为吧，咱们这边还是一直在卤它。鸡胗其实怎么说呢？我做的这种鸡胗应该是属于烂的，把它煨烂、煨熟、煨烂。那么还有一种鸡胗是让它嫩。对啊，嫩的它就要讲究火候要慢，因为这个要烂就要久。那我们这个最后这么煮的话，它会不会变老呢？不会。不会吗？对，因为它煮到了一定时候，它就会非常的软烂。
那我们这个卤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不放点酱油之类的上颜色？因为你看，一般一说到卤的话，大家会想到那种赤红色啊，对，像上海菜那种。今天我们做的，因为做这个茭白，我们的颜色不要加颜色啊，不会上颜色啊，清淡的啊，不要加颜色。这道菜还真是，这个茭白啊是江南3大名菜，对，和鸡胗配。然后今天呢也有点江南的风情，很淡雅素气。所以我们的鸡胗也不要用过多的这个酱油啊什么来。但我还在思考，大厨，你看我们在卤它的时候，大概要卤多久才是咱们能够把这个味道渗透到鸡胗里面去的一个程度？20分钟就可以。20分钟，对，还是挺久的。那好，那现在我们这边呢，把配料好，茭白已经切好了，胡萝卜呢，咱再切成片，对，是不是？然后我们在锅中卤上20分钟左右，然后咱们一起再快炒。可算差不多了，20分钟还是挺久的。哎，咱们给它一个一个取出来吗？啊，对。为什么一个一个取？就是因为它里头这个香料太多了。对，你要是捞的话，你就全把香料捞出来了，看上去很少量，不过这么多配料在一起，这道菜还是蛮大量的。好，还要改刀。对，我们把它切片。好，切成小这个薄片，其实就是薄条了。对，是不是？这样一条，你看，但是呢，长度还是有够长的。OK。好，我们这边在锅中来一点点油。对，今天我们用的呢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物质，有这个 DHA， 还有 PLA， 还有 ALA。这3A 物质呢对智力的发育非常有好处，所以说家里有孩子或者家里有老人常吃这种油。平时咱呢用这个油也还不错。好，锅中来一点姜，现在我们加入点葱姜蒜。好，葱姜蒜来一点，爆锅。咱先放，为什么不先放这个鸡胗？鸡胗已经卤熟了，卤熟了就可以了，可以后放。一般如果说好没卤熟的话，你肯定要先放肉。对。好，炒一炒。茭白是不是很容易成熟？一般的话，轻轻过一下。茭白，对，茭白和胡萝卜都喜欢油，都喜油啊，吸油，所以啊。就这个胡萝卜，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因为它是一种胡萝卜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一定要过一下油，或者是和油脂比较多的一些肉食啊一块来烹饪。没错没错。然后再炒一炒，你看真的茭白很吸油，刚才那么多油，它下去之后呢，它会吸。对，其实茭白它之所以吸油，就是因为它这个纤维很粗。一般纤维比较粗的这种食材都比较吸油。对，再一个就是它比较松软，对，比较松软，有空隙，就像海绵一样，比较有弹性。好，什么时候放入我们的鸡胗呢？炒到成熟以后，8、9成熟以后。8、9成熟，这个茭白的8、9成熟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你肉眼看起来看不太明显，就是回软。大概是烧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味。现在调味。对，好，那这时候呢，其实简单调味就可以，因为也不用什么酱油啊之类的吧。对，盐、糖，一点点糖。好，翻炒一下。好，很香。这个时候可以下入。现在已经回软了，大家会注意到。下入我们的鸡胗。鸡胗一起烹炒。这道菜很像是一道就是家常的小炒菜。对，清清淡淡的，非常清淡。而且非常好消化，又助于消化。没错，它切的呢也很 OK。好嘞，出锅了。家常的一道茭白炒鸡胗，但是鸡胗呢是用卤水卤过的，所以说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快炒菜的过程很简单，但之前卤的过程费时间的。现在呢，我们就赶快来为电视机前的你呢，好好的尝一尝这道菜味道究竟怎么样。来块鸡胗，又脆又嫩的感觉。对，其实我觉得这道菜呢，它的精髓在于这个卤水。这个卤水，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香料放进去？比如说简单的香料其实都可以。如果我们在家里香料没有那么多的话，就可以放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放点葱啊、姜啊、八角啊、桂皮啊、花椒啊，就可以就够了，放点香叶就够了。最简单就可以，对。但是酱油是不放的，对，以免上颜色。对，包括料酒也没有放。对，都不需要，是不是？对，非常清淡。清清淡淡的一道小炒菜，而且卤水鸡胗炒茭白这种搭配也很创新，希望你在家里面也试一试。那今天呢，我们的大厨用一个法宝做的这个快炒菜呢，不仅吃起来有辣味，还有酸味。对，什么？野山椒炒鸡胗。制作野山椒爆鸡胗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胗、小米辣、蒜苔、野山椒、胡萝卜。野山椒炒鸡胗，
顾名思义哈，就是得用这个野山椒。野山椒一般哈，你看现在在超市中都能买到，是有一些罐装的。咱们今天打算用多少野山椒？大概也就是1小碗。1小碗。对，对于不爱吃辣的朋友，看到这1小碗野山椒会害怕，是因为你知道，虽然说鸡胗好吃，但是如果说这个特别辣呀，然后它吃起来的时候呢，会更过瘾。对，哎，特别好吃。对，尤其是野山椒，因为吧看起来很平静。怎么说呢？我们从这个烹饪的角度、烹饪的方法来讲的话，第一，我们选用主料、辅料的食材来搭配这个鸡胗，我们都想办法，首先要去处理它这个腥臊味儿。比如说刚才我做这道菜，小炒菜非常简单，但是我的鸡胗是经过卤水卤制过的，对它腥臊味儿当然去了，对，然后还增添它的香味儿，对吧？然后这道菜呢，我这道菜我们打算用2种辣椒一起来去当然了，有辣椒，然后还有一些野山椒的这样很劲爆，也可以去野山椒，还有这个山椒，对，去除掉这个鸡胗的这种腥臊味儿。对，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鸡胗吧，我们要让它很嫩的感觉。用于嫩的，对，刚才那道菜我们做的是很烂，但是这道菜我们要让它很嫩的感觉，很嫩的感觉，对，所以这个菜就直接用生炒这个生的鸡胗炒来炒它，对，这个就需要火候啊，比较劲爆了，是不是？这个鸡内筋我们已经去除了那个黄颜色的，因为我买的呢这种那么有一些片刀法就不一样了，这个片呢是我们属于是切片。就片刀小片薯片。那说到这个鸡胗，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鸡胗有没有什么食疗的偏方？刚才您说了，这个鸡内金呢，可以给它研磨，治疗这个积食。对。那我想说，这个鸡内金它一个相对来讲烹饪上的一个废料都有用，那这个鸡胗本身有没有一些偏方呢？鸡胗也可以作为很多的小偏方，你比如说用鸡胗切片，然后和山药片一块炒，那就可以有这个鸡胗呢是健脾养胃、促进消化的。那山药呢，除了有健脾养胃的一个作用之外呢，还有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山药补肾，所以对它既补脾又补肾，还促进消化，挺好的一个搭配。那除此之外呢，鸡胗刚才提到的和西芹一块切片翻炒也是一个很好，它也有一个补肾，然后有一个健脾养胃、消食化积的一个作用。包括就是平时我们吃这个芥蓝炒鸡胗。也好吃，对，是不是？这个鸡胗，你看老师说这个食疗偏方呢，你可以是意思说和这个西芹在一起搭配，对，这种偏方能够对身体很有好处。对。那我想问一下大厨，咱今天带来这2道菜呢，一个是茭白和鸡胗配，一个呢是山椒和鸡胗配。那鸡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烹调方法，教大家一下呗？其实还有一道这个武汉非常有名的一道菜，湘菜也有一道名，叫这个白椒爆鸡胗。白椒爆鸡胗，对，这个是白椒是什么椒？白椒其实它也是一种干泡椒，非常好。白椒也是爆，就也是辣口的。对。我发现鸡胗很喜欢这种重口味的。对。那刚才这个茭白那道菜吃起来还挺清淡，还算是给这个鸡胗打破常规的一种做法。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做凉菜的时候，这个卤水拼盘，对也会用到。你比如说鸡胗，这就是拌，用黑椒拌。黑椒拌，对，葱和黑椒拌也是非常好的。凉拌鸡胗可以，对，尤其是凉拌鸡胗，你呢就可以把这个改到要小一点了。对，吃起来的时候呢，方便一点，一小丁一小口感也很脆。没错。那刚才说的这些都是鸡胗的一些搭配，但是我可知道这个鸡胗和辣椒虽然说味型上、口感上搭配起来好，关键是有营养。对，因为鸡胗和这个青椒或者是其他的辣椒搭配呢，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的发生，而且呢4季都可以食用，非常4季都能对，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一个菜品嘛，可以说是。南方人喜欢管这个鸡胗叫鸡狮子。那鸡胗除了和这个辣椒在一起搭配，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搭配的好搭？除了这个，其实鸡胗和其他的青菜搭配在一起都是不错的。你像今天我们的叶厨选择的是蒜苔，那蒜苔呢，尤其它的外皮当中含有丰富的这个纤维素，那可以防止便秘，促进肠道一些废物的一个排出，对身体是非常好的。蒜苔，对，而且呢，这个蒜苔因为吃起来生吃的话，你感觉到它是辣的，它又含有丰富的就是大蒜素，或者是叫辣素，那它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杀菌作用。有人做过实验，就说这个蒜苔当中的这个辣素可以达到青霉素1/10的杀菌效果，可以呢预防感染或者是伤口的一个感染或者是杀灭口腔或者是我们消化道当中的一些细菌，甚至有一个驱除消化道
当中这个寄生虫的一个作用。甚至说现在很多地方呢做的这个保健品都是大蒜素，对对直接下来对，销售。哎那其实我们食补更好。对对，食补胜于药补，要比这些我们从食材当中摄取的这些营养呢，要比我们吃很多的药品、保健品来的更健康、更安全，也效果也是更好。没错，其实你看哈，这道菜它的味型还是以偏辣为主。对，蒜苔本身就是那种大蒜的那种辣一点点哈，再加上山椒，再加上泡椒的酸辣，吃起来的时候挺过瘾的好，这道菜那。么这个时候呢，好，我们切好以后，哎，需要提前腌一下它吗？，对，一定要把它腌制一下，入味儿。入味儿。一般的内脏，鸡胗也不好入味儿，它不吃味儿。都说去了内脏可以加点醋，能够去除异味，对可不可以？今天我们这个一定要加上料酒、料酒、盐、胡椒粉。盐、胡椒粉。好，再来点料酒。好，来点料酒，一点点就可以。对，一点点，我们把它抓一下。抓一下，提前腌一下它。对，哎呀，好，但是鸡胗呢，虽然和很多的食材搭配都非常的合适，但是有一种就是鸡胗不能和咸菜类的，咸菜类的腌制过的，你像雪里红。南方吃的哎呦雪里红啊，哇或者一些北方的一些咸菜啊，一块儿这个炒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咸菜和鸡胗一块儿做呢，容易妨碍这个鸡胗当中蛋白质的一个吸收，而且呢，这些咸菜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就是说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后期加工当中呢，还会是有硝酸盐、亚硝酸盐的一个存在，这也是致癌物质，所以最好是不要和鸡胗一起做。好，我们这边还要加一点水淀粉，腌它的时候。加点水淀粉。好，现在就在一边腌着。腌着。好，我们这边放一边。放在一边。接下来我们呢就要给我们的蒜苔和野山椒，还有我们这边的泡椒来改个单了。我们这个要切成段儿，切小丁。小丁。对，小丁。好，处理一下它。我们的一会儿的泡椒也要切成小丁儿，对，就是小米辣，再加上泡椒，再加上蒜苔，辣口的，挺好吃的。今天说的这个鸡胗啊，是在很多人的餐桌上经常出现的，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而且鸡胗的食疗功效真的是非同一般。对，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鸡胗的食疗功效都有哪些？那鸡胗呢，含有丰富的营养，有哪些呢？有蛋白质，有铁，有钙，还有一些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那它的食疗功效呢，你像它可以有。它的蛋白素当中有愈合肌肉的一种作用，所以对那种胃溃疡的患者非常的适合。那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鸡胗当中呢，我们中医认为它有一个补中益气的作用，对那种远程劳作啊，或者是体虚乏力的人呢，气短乏力的人多吃点鸡胗有很好的一个食疗功效。哎呦，那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鸡胗钙、磷、铁这种矿物质含量非常高，它还有很强的这种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液分泌，然后促进消化的一个作用。促进消化。对对对。这可能是这个我们一提鸡胗是最强的一点功效了。最强的一些功效。对，那今天这道菜呢，来点辣的，一定能让你胃口大开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野山椒再简单的斩一斩，锅中来一点点油。今天我们用的油呢是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这种油呢有3A 物质，有 EPA、ALA 还有 PLA。这样的一个物质呢，我们吃下去之后呢，会对我们的大脑的发育很有好处。家中有孩子的，或者是家中有老人的，可以经常使用这样的油，很棒。金龙鱼的深海鱼油调和油。好，我们可以先下野山椒。野山椒放进去，先下野山椒。我在想说这个蒜苔是不是应该先下？因为蒜苔这样的不太容易炒。蒜苔切得很末，很容易成熟，很容易。先下野山椒，把它爆香。那一般我们爆锅的时候都是先用这个葱姜蒜来爆锅，咱为什么先把辣椒放进去？因为辣椒吧，先把它爆香以后，我们再下葱姜蒜，爆香让它出味儿，辣味儿，辣味儿更劲爆一些。对，好，炒一炒。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得到辣味儿，能闻到很辣的味道。对，野山椒就是这样子。表面的平静，但实际上呢，你炒起来的时候，这个辣的就很窜。当然，这边呢腌好的鸡胗也已经差不多了，放进去。好，现在就放。生炒。我们的蒜苔要稍后放，因为蒜苔稍后。容易一点。
生炒。对炒它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全部爆香之后才把它下进去，对然后来回的推它，对，因为我们切成很薄的片，相对来说成熟也容易一些。也容易一点。对，而且入味也容易一点。而且它本身已经有一些底味了，它本身那些腥气啊都已经被之前我们腌的过程中给覆盖住了。记得住哦，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用了一点点料酒的。我看得出来哈，这个切的两个面呢，都已经变得灰白了，证明呢已经接近成熟了，快。对。好，这时候我们下入一点老抽，快炒菜来一点点老抽，上点颜色。上一点点颜色，红润一点点。好，哇，来了一点酱油之后呢，立刻变得有那种赤红色了。对，哎，还要来一点点野山椒的汁儿。对，野山椒的汁儿很重要吗？这个环节。去腥味儿，哇，提鲜味儿。而且提辣味儿。你看啊，我们这个炒的差不多呢，就把我们的蒜苔放进去，是不是快接近成熟的时候再把蒜苔放进去？对，很小的丁儿，蒜苔这样就很容易熟了，直到炒干。好，出锅。哎，真的是很棒，发自内心的香。我觉得在家用勺子吃更过瘾。很过瘾的。对，一勺这个菜，然后一勺米饭。这道菜呢不用勺子吃你也吃不了，因为你用筷子夹不起来。一道家常的小菜，野山椒炒鸡胗，不知道你能不能闻到这里的辣味？不过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在强忍住，因为要打喷嚏哦，真的是。赶快，咱们三个呢为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尝一尝。我觉得生炒要比刚才那个卤水炒起来的时候呢更加脆一点。对。